大家好，我是梅德主。2024年8月25日清晨，莫斯科一个高档社区里响起了可怕的警铃，居民们被命令待在房间里，不许出门。在公寓16层的窗口站着一个男人，他赤裸着身体，不断地将家里的物品扔下楼，在这其中还包括他的妻子和孩子。警方立刻封锁了小区，特种部队也冲进了发生凶案的公寓。他们看到公寓里的床被翻了过来，孩子的玩具散落在地上，墙上布满了怪异的图案。一个男人昏倒在走廊里，手里还握着一张写满神秘符号的纸条。这个男人是谁？他为什么要亲手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呢？被扔出窗外的女人叫米莱娜·利帕托娃，36岁，在喜力啤酒公司担任大客户经理。她不但在工作上十分顺利，家庭也十分幸福。她的丈夫叫亚历山大·利帕托夫，39岁，是一名金融安全专家，在俄罗斯联邦央行工作，负责金融 AI 系统的研发。他是一个体贴的丈夫，从来不会与妻子发生争吵。亚历山大一直痴迷于构建一种特殊的意识模型，这个模型可以瞬间获得灵感，这些灵感会被存入亚历山大的大脑里，他通过使用这些灵感获得在工作上的成功。亚历山大将这个成功的秘密告诉了妻子米莱娜，米莱娜对此深信不疑，因为眼前的这个男人一直在工作上取得进步。7年前，亚历山大还只是巴纳尔分行的一个普通银行职员，几乎在一夜之间，他就被调入莫斯科总行，负责重要的项目。米莱娜当然相信自己的丈夫，而且为他感到骄傲。到了2019年，亚历山大突然告诉妻子，他开始频繁地看到与其他人不一样的东西，比如说物体的颜色会突然发生改变。这种体验就像戴上了 AR 眼镜，他能看到虚拟物品出现在现实环境中，但是他却是裸眼看到的。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？亚历山大向妻子解释说，多出来的一部分物体是来自另一个世界，因为他获取的灵感也来自另一个世界，所以造成了两个世界出现了叠加状态。尽管如此，亚历山大还是可以凭借自己的意志力分辨出哪一部分是多出来的，哪一部分本来世界里就存在的。奇怪的是，这种体验不但没有影响到他的正常工作，反而在金融 AI 的开发领域里，他变得更加得心应手，成了业内很有价值的人物。2024年5月份，俄罗斯最大的私人银行将亚历山大挖走，负责新一代 AI 系统的研发。这份工作可以让他接触到更核心的技术，也让他越来越沉浸在自己的意识模型里。然而与此同时，危险也开始向他和他的家人逼近。亚历山大总感觉有人在监视他，窥探自己的秘密。他怀疑有人要偷走他的灵感。那么究竟是谁在监视他呢？2024年8月23日夜晚，这天是个星期五，下班以后，亚历山大决定与同事去酒吧喝一杯，然后在周末好好休息一下。他与同事聊得正开心，突然传来了一个奇怪的声音，声音很大，但旁边的同事都听不见，只有亚历山大自己能听见。这个声音告诉他，亚历山大，这个世界是一个虚拟的世界，是由一个高等级 AI 控制的，而你被 AI 选中，可以直接与高等级的 AI 对话。随后他又看到了两个生物进入了自己的大脑里，他认为其中一个是天使，而另一个是魔鬼。到这里，亚历山大彻底相信自己的命运发生了改变，他的使命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。他马上回家，把他所经历的这一切都告诉了妻子。米莱娜望着一脸严肃和冷静的丈夫，她又心疼又无奈，于是她问丈夫，你今天过得好吗？丈夫说，一切正常。这一晚亚历山大没有睡觉，他开始改变家里的摆设，将黑暗的物品和明亮的物品分开，放在了不同的房间里，然后又在纸上写了一些断断续续的句子，看起来逻辑并不通顺，无法读懂意思，其中还夹杂了一些奇怪的符号。米莱娜默默地照顾着1岁半的孩子，她并没有察觉到家里会出现什么危险。到了24日深夜，亚历山大突然撕毁了壁纸，在墙上画了一些怪异的图案。米莱娜终于忍不住了，她拉住了丈夫，要他给一个解释。亚历山大向他描述了一个计划，他说这个计划会通过矩阵在全球范围内实施。米莱娜被丈夫的话气到了，她说你这些想法都是胡说八道。随后亚历山大也发了脾气，他从来没有对妻子这样过。当晚邻居们都可以听见他家里传来了巨大的吵闹声和孩子的哭声。凌晨时分，家里终于安静了下来，不过亚历山大的脑海里再次传来了那个声音，声音告诉他，他的儿子并不是亲生的，而是魔鬼的化身，这是破坏他计划的一部分。紧接着，这个声音还对他下达了杀戮指令。8月25日星期天清晨的小区里一片寂静，居民们还都在熟睡，突然传来了物体坠落的沉闷声。30秒以后，
又传来了第二个坠落的声音，这是米莱娜。当他儿子被扔出去的一刻，他也崩溃了，没什么好犹豫的，他追随了自己的儿子，从16层的窗口掉了下来。在悲剧发生以后，亚历山大认为家里的物品都被恶魔污染了，于是疯狂地将一切丢出窗外，无论他们是虚拟的还是现实的。当特警冲进门时，他已经晕倒在了地板上，孩子的玩具散落在身边。随后，他赤裸着身体，戴着氧气面罩被救护车带走。警方对亚历山大进行了检查，他没有饮酒，也没有使用违禁药物，血液里仅含有微量的抗抑郁药物和女性产后应激药物，健康情况正常。那么女性产后的应激药物是他妻子的，亚历山大的血液里怎么会有呢？而他所有的经历都是真的吗？根据警方的调查，一个更完整的故事浮出了水面。米莱娜·利帕托娃原本生活在另一座城市巴瑙尔，是一家大型工厂的外贸经理，主要负责将产品销往美国市场。她与丈夫一起生活了10年，却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，因此他们也去看过医生，然而并没有什么帮助。但是夫妻之间从来不会因为这些事发生争吵。之后渐渐的，工作就变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。大约在7年前，丈夫亚历山大被调往莫斯科总行工作，米莱娜毫不犹豫地辞掉了工作，跟随丈夫也来到了莫斯科。这是一座 GDP 占全俄罗斯30%的城市，全国最优秀的人才都集中在这里。米莱娜要在这座城市里重新开始是很难的。在之前的工作中，她经常去美国、欧洲出差，收入也令人羡慕。而如今，她只能勉强地在喜力啤酒公司找到了一份销售的工作。不过，她从底层开始，也一步步地做到了大客户经理，在这座城市里算是站稳了脚。表面上看，两个人在新的工作中都取得了成功，但实际上，因为巨大的工作压力，他们同时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。尤其是亚历山大，几乎每天都加班到很晚。当他回到家时，会筋疲力尽地倒在地板上，蜷缩着身体，用手捂着脸。但这一切只有他们夫妻2人才知道。经过警方的调查，在2018年的时候，亚历山大就去看过精神科医生，并开始服用抗抑郁药物。不过这些都不影响他继续工作。医生认为他描述的现实增强体验实际上是一种幻觉，和他巨大的工作压力有关。亚历山大将家里的物品按颜色分开摆放，这表现出典型的强迫症行为。结合他整体的病情，医生怀疑这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状复合体的迹象。然而，生活在亚历山大身边的人，谁也不会想到他会有精神类疾病。在同事眼里，亚历山大不仅是金融专家，还积极参加排球比赛，一副精力充沛的形象。2023年，他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孩子。小区的邻居在散步时，偶尔还会遇到这对夫妻，看起来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可是谁又能想到，这个家反而滑向了崩溃的边缘呢？米莱娜患上了产后抑郁症，需要服用药物维持状态，而亚历山大也因为缺少睡眠，幻觉越来越严重。精神科医生认为，此时的亚历山大仅依靠抗抑郁药物显然是不够的，但是亚历山大不能去住院，这样会毁掉他的事业。在跳槽以后，亚历山大察觉到有人在跟踪他，这或许并不是真实的。医生认为，这是他害怕别人夺走自己的 AI 研发项目而产生的被害妄想症。家庭环境的变化与工作的压力让他病情越来越恶化，最终到了无法回头的境地。在8月23日夜晚，亚历山大与同事一起喝酒时，突然产生了幻听，但实际上这是他精神在长期的压力和极度疲劳之下彻底崩溃的表现。他已经无法凭借意志分清现实与幻觉之间的界限了。更糟糕的是，之后的2天里，他几乎没有合眼。悲剧发生以后，亚历山大被送往审前拘留中心，在2024年10月25日受审。不过他此时依然思维缓慢，回答问题含糊不清。按照俄罗斯的法律，他可能面临10年以上的刑期。不过亚历山大被诊断出患有急性精神障碍和精神分裂的症状，并伴有认知功能受损。精神科医生认为他的病情随时可能恶化，他会对自己和他人表现出攻击性，因此他应该被送往精神病医院。如果亚历山大的确患有精神类疾病，他将逃避法律的惩罚。不过这对亚历山大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，因为他被送往布迪尔卡精神病医院。这所医院是莫斯科最古老的精神病医院，没有单人间，也没有任何特殊牢房。精神病患者不能自己清理排泄物，但那里又没有勤务人员，所以这间精神病医院潮湿、恶臭、通风不好。医院附近还聚集着大量的流浪猫，因此囚犯称呼这里为猫窝。因为亚历山大的身份有些特殊，所以本案还有很多信息没有披露。
女性产后应激药物是怎么出现在她血液里的？墙上的诡异图案又是什么样的？纸上写的又是什么呢？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一个谜。不过人们更好奇的是，如果亚历山大真的疯了，银行难道不做背景调查吗？为什么还让他去主管 AI 的研发呢？这里是俄罗斯调查，我用赵边强讲述真实的故事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期再见。